来玩一个小游戏，在一个纯白的房间里待够50天，就可以获得500万美元的巨款。但如果有一个人离开的话，另一个人就算坚持下来，也只能拿到100万。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每天还会提供食物。没有网络，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换你能坚持下来吗？小情侣麦克和凯特准备靠这个实现人生的逆袭。进入这个房间后，起初两人还自信满满聊着梦想。麦克说拿到钱会继续画画事业，做个艺术家，要为底层人民发声，做慈善，让著名 DJ 史蒂芬青木来自己私人派对上演奏，为津巴布韦的村民办学校，和马斯克一起抽烟，聊特斯拉发展前景，坐他的火箭升天，升2次，500万能干这么多，不知道以为这500亿呢。凯特也没啥见识，这项目我投了，你忘多余啊，我这里有个冰山计划，你要不要？实验期间，卫生间一次只允许1个人使用，防止他们在里面玩花活消磨时间。吃的东西是一种无色无味只能补充能量的液体。晚上实在无聊，麦克想耍一把，凯特不同意，有监控，搞这个实验的那个沃恩教授肯定在什么地方偷看呢。然后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凯特洗了个澡后，将旧衣服扔掉，换上实验室的新衣服。Come on, seriously. 凯特很奇怪，沃恩教授做这种实验挣钱吗？沃恩教授不差钱。麦克知道沃恩教授的一些事迹，他喜欢把人性实验拍成纪录片，之前就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在美国中部找了个工薪家庭，父亲是牧师，母亲是糕点师，有一对儿女。沃恩教授直接花了1.5亿美元，把家里的几个人打造成明星，看看他们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刚开始还好，他们一家接商演接广告，但后来丈夫外遇了，妻子开枪了，儿子失踪了，女儿成瘾了。没人知道沃恩教授搞这个干什么，但他真的很有钱，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没听过？那爱丽斯顿商学院听过吗？他们没什么关系。凯特说沃恩闲蛋疼，人性才不是那么容易拿捏的呢。50天倒计时还在继续，房间里有一个时间表，但看不到阳光，让他们对时间概念很模糊。两人做游戏来缓解焦虑，但时间再长点也不管用了。这时麦克发现了一只虫子，给它起名叫科林，还要收养它。什么玩意儿？麦克对科林有了真感情，想把虫子弄到外面放生。你的意思是按响按钮出去，就为了虫子？这不是虫子，这是科林。凯特说他神经病。还一不小心给人科林踩死了，情侣俩陷入冷战。后来麦克发现规则上写着每个人可以申请2次娱乐机会，但第一次需要花费10万美元，10万就10万，玩了。随后后台送来一支蜡笔，这就是他的娱乐。麦克用这个蜡笔尽情释放自己的艺术细胞，还把凯特画了上去，不过是抽象的那种，给凯特气坏了。玩过这一次后，麦克总算消停了几天，但这天厕所里莫名刷出来一把枪，玩不起就别玩，送把枪过来吓唬谁啊？两人把枪扔到了床底，约定谁都不能碰。不过当晚房间里自动播放的视频是他们家人对他们的鼓励，暖暖的，很糟心。给麦克送祝福的是妹妹，她祝麦克成功，并且和凯特那个表女人分手是对的。麦克有些尴尬，他不知道咱俩复合了。还有扎心的，妹妹让他不要再想弟弟的事情，他的死不是你的错。哦，谢谢啊，天天提醒我，没你我早就走出来了。凯特的祝福是他酗酒的父亲发的，父亲害得他们家家破人亡，是凯特最痛恨的人。但现在父亲住在流浪汉收容所，希望能再见到凯特，让凯特本就不美好的心情直接破防了。这一天之后，他们的精神状态急转而下。麦克受不了了，想再叫个娱乐，凯特不同意，因为一个人的第2次娱乐收费25万，一个破蜡笔25万，纯粹疯了。但第2天，凯特也受不了了，让麦克叫吧。反正钱从麦克的那份里扣。麦克叫了，下一刻，外面走进来一个赤身裸体的美女。你们想看？不行，真不行。美女自称西蒙，是个演员。经纪人给他安排了一个活，让自己赤身裸体来到这个房间即兴演出。凯特看到美女的时候，虽然很生气，但又不想表露的很生气，让麦克把衣服给美女穿上。Reminds me of this dance studio that I used to go to in Paris. You dance, Mikey? Not the best dancer. 麦克说自己真不知道什么情况，上次给了个笔，我以为这边的娱乐都很童真呢，谁能想到这次给了个……哎呀，真不怪我。随后天黑熄灯，麦克让美女和凯特睡，自己睡地上，但凯特不想自己显得太小心眼，让麦克睡床上，自己睡中间的那种。3人就这样躺着，感觉十分奇怪。第2天醒来，凯特发现美女在洗澡，出去的时候还不穿衣服，等自己出去的时候，看到麦克和美女相谈甚欢，一气之下他也准备要个娱乐。
而凯特的娱乐是违禁品。美女鼓励他们呀，试试啊，这种东西强烈致幻，还能腐蚀脑子，提早嗝屁。随后所有人服用，并产生了强烈幻觉，三个人借着劲儿在房间里放浪形骸。但麦克突然梦到了自己溺水的弟弟，吓得醒来，想要从这里逃走，还好被凯特按住了。当年麦克照看弟弟，没留神弟弟跳水了，自己没能救下对方，这成了他的心病。晚上，美女和麦克聊弟弟，抚慰麦克的创伤。凯特看到炸了，臭骂美女没素质。I mean, it's not healthy for him to keep that cooped up inside. Oh, nice. So now you're a stripper and a shrink. I'm Hey. an actress. Actress, stripper. Not much of a difference when you get paid to take your clothes off. You are kind. Don't let her insecurities taint you. Fuck you. You're insecure, so you lash out. You really should work on that. Oh. So now you know me. You arrived here 12 pretty hours easy to ago. 新的一天，美女不见了，25万啊，就聊了会儿弟弟，不值啊。美女走之前，在墙上留下一行字，说和麦克造得很开心。麦克说自己没有，但凯特不信，一个生气推开麦克，导致他撞到了后脑勺，血流不止。这里提供吃的，可不提供药品。想要止血就得出去，可出去就没钱赚。凯特劝他坚持20天，20天之后我请最好的医生给我做死因鉴定是吗？我在飙血哎！麦克说这个房间让我们都变得脆弱敏感了，必须出去，咱们一起走。为了阻止麦克，凯特掏了枪，但麦克去意已决，他按下了离开的按钮，凯特没有开枪。麦克走了，但凯特还要继续坚持。那段时间，凯特因为没有人陪伴，难度增加。终于他朝着按钮走去。后来的麦克已经恢复了曾经的生活。有天他在街上看到了凯特，对方是来找父亲的，因为之前的事情，两人已经分手。至于凯特有没有坚持到最后，电影没说。不过凯特父亲的收容所收到了一笔匿名捐款，那可能是凯特干的吧。后来一对新情侣来到了这个房间，进行第2轮测试。全剧终，电影还是很好玩的。这种测试原本只存在于网上，没想到还真拍出来了。应该是为了让剧情更加饱满，所以实验里添加了很多干扰因素。可能有人喜欢，反正我不喜欢。而且有些事情交代的不全面，比如我很好奇一个问题，电影里没说，就是那个娱乐，麦克交了2次娱乐，花了35万美元。那么他放弃实验后，这35万就清了？还是说还存在？还是说凯特完成考验后把他那份还了？